主花8万元买的车位被一辆黄车霸占了整整8天，车主留的挪车电话是假的，联系上了又说在外地出差，结果呢，被业主撞见人一直在小区里，就是不想下楼。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湖南长沙一名公职人员被指占用他人产权车位，谎称出差拒不移车，引发舆论关注。官方通报证实，涉事人士为长沙市体育局干部，并已决定对他停职处理。权力的傲慢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家都知道，体制内的公职人员相对普通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关系和权力，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业主为什么敢跟公职人员硬刚到底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事件闹得人尽皆知，最后这位体育局的干部被停职处理呢？业主得到了应有的补偿了吗？这个视频应该能给出答案。长沙那个占人的车位的副处长保不保得住咱们不知道了啊，但是31岁就官至副处，本是一片大好的前程啊，如今就因为品德不修，仕途十有八九就到此结束了。长沙今天通报了这个事儿的具体情况，我帮大伙梳理一下啊。先说大伙关心的，这个涉事的彭某某呢是长沙市体育局的年轻干部，1995年出生的，31岁就已经是副科级的副处长了。经过调查他是正常遴选考上的公务员，提拔流程合规，家里呢也只是普通的下岗职工家庭，不存在后台违规提拔的情况。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大伙也不要质疑了啊，因为但凡有点背景和有点实力的话，我觉得也不可能自己不买个车位非得用人家的。说白了就是这个特权思想在作祟，领导架子放不下来，把邻里之间的一桩小事硬生生的变成了社会舆情。有多小呢？咱们来看通报，基本上和媒体之前所报道的内容是一致的。6月30号晚上9点多，彭某某回小区没有停公共车位，直接占用了业主民某的私人专属车位，车上没有留任何的挪车电话，属实。他车辆在物业系统预留的号码也是空号，物业、交警都联系不上他，这个情况呢也属实。7月1号凌晨3点，车主民某回家发现自个儿家的车位被占了，联系不到人，只能开车堵住了彭某某的车，等他挪车。那么到了凌晨4点到上午的9点，彭某某始终没有动静。第二天早上彭某某看到挪车短信之后呢，发现车被堵了，但是明明人在长沙，在单位，在家，连续多次谎称自己出差在外，不在长沙，故意拖延，拒不挪车。车主多次等不到挪车，一气之下就要求对方呢要当面道歉才挪车。而彭某某不仅不诚恳认错，还叫来了自己同为体制内的男友，开车反过来又堵住了业主的车头，双方爆发口角，报警处理。后续业主为了维权，在自己的车位上加装了水泥柱、U 型护栏，彻底把彭某某的车给堵死在车位上。那么事情到这儿呢，就已经是没理辩3分了。可是你敢想吗？就张嘴道个歉的事儿，社区、派出所、街道、体育局就为这个姐们这点破事儿啊，组织了6次调解啊，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前期彭某某本人是屡次缺席，全程让年迈的父母出面道歉，毫无诚意。而业主这边坚决要求彭某某本人和她的男友当面道歉，迟迟无法达成和解。最后在多部门反复的协调下，双方才最终和解。彭某某当面书面道歉，并做出了补偿。目前长沙市体育局已经对彭某某做出了停职处理，纪检部门同步介入核查，后续将严肃追责。小事拖成了舆情，是公职人员我认为最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一个私人车位，一场邻里纠纷，算不上什么重大的矛盾，既没有人身伤害，也没有什么财产损失，本来就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可就是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硬生生被一名年轻的公职人员的任性和自私发酵成为了全网热议的公共舆情事件，不仅让自己前途受损，还让所在单位陷入到了舆论争议，值得所有人深刻反思啊！我认为整个事的核心问题啊，从来不是占车位这个事本身，而是公职人员身份之下暴露出的特权心态、自私格局以及责任的缺失。车位是业主花钱购买的私人专属权益，占用他人车位本来就是理亏在先。正常人如果发现误占私人车位了，那第一时间呢会主动的联系车主，诚恳道歉，立刻挪车。可是彭某某的做法呢，完全背离了普通人的处事逻辑，停车不留电话，预留虚假号码，被提醒之后呢还拒不配合，明明身在本地却反复撒谎推脱，甚至叫来亲友2次堵车，激化矛盾。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矛盾爆发需要直面错误的时候，他始终选择逃避责任，让年迈的父母替自己低头道歉。身为一个年轻干部啊，有错不认，有责任不敢当，把个人的任性凌驾于邻里规则、公共情理之上，格局和素养的缺失远比占车位的错误本身更加的刺眼。很多人可能一开始都疑惑，说这么小的事为什么能闹上热搜，引来官方彻查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群众对于公职人员的要求啊，从来都不止于违不违法，更是在于守不守规矩，有没有品德，知不知道敬畏。普通人占车位拒不挪车呢，只是个人素质问题，但是如果手握公权力、享受公职待遇的干部肆意违规、自私任性，伤害的就是公众对于公职队伍的信任。所以公众愤怒的不是邻里纠纷，而是个别干部骨子里的那种特权惯性，漠视他人的权益，轻视公共规则，遇事不反思自己，只会逃避、推诿、硬刚，一点点私心，最终酿成了无法收场的公共舆情。年纪轻轻的通过公开遴选走上了副科级的领导岗位，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公职身份呐，谨言慎
行，严于律己，成为遵纪守法，成为一个遵纪守法、谦和处事的领导表率。可是他却因一时的懒惰、自私和傲慢，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工作前程，而且还让自己的单位蒙羞了，消耗了公共治理的资源。街道、社区、公安、体育、纪检多个部门就为这么一桩私人小事反复调解、专项调查，耗费了大量的公共人力物力，这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啊！小事见人品，小节见官德。公职人员的形象从来都不是靠岗位和职级来堆砌的，而是藏在停车、处事、待人接物的细微小事当中。为官者最忌讳的就是威权而骄，因思念而妄为。这场由一己私心引爆的全网舆情啊，也是一记深刻的警钟。公职人员没有特殊的私人特权，一言一行皆有监督，一举一动皆观形象。无视规则，漠视群众，任性处事，再小的私事也会变成影响公共形象的公事，再细微的失德失范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严于律己，方能不负公职身份；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指。大家都知道，小区停车位被占用，目前可以维权的方式有限，相关部门没有可参考的法律根据。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怎么说，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请看视频。湖南长沙那个占车位的女车主啊，终于能走了。但这个事儿已经不纯粹只是个占车位的事儿，已经越闹越大。我回顾一下事儿啊，米先生是在10年前花费8万块钱买的车位，在6月30号被小区里面一个女车主的红色车辆就占用了。当时啊，米先生就没出庭，物业联系上这个女车主，车主说在外出差3到4天回。车位主人想想那就这样吧，结果发现他居然还在家，他就没出差，拿着钥匙来车里拿东西了。车主没理就应该开走吧，结果他也不开走，反而报了警，双方就对着干上了。这下就引发了小区大部分业主的愤怒，并且在他车上还贴了好多告示。同时呢，米先生也把那辆红色的小车就直接围堵在自己的车位上。20几个人陪同你调解了11个半小时，您要签字的时候，你提出调解同意书不能交给被调解人。就这强硬的车主啊，现在忽然就不强硬了。毕竟啊，这个事儿发现了他单位在哪，长沙市体育局都通报了，在介入这个事儿了。大家好，我是用法律视角说热点事件的林律师。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他这个事儿最后会是一个什么走向。之前我说过啊，类似这样的事儿，如果这个女车主只是个路人，就是没什么身份，没什么职务，就是死活不挪车，那真的很难处理。一般啊，警方出警就是调解一下，总不能为了这个事儿，车位主人真的去把这个女车主去民事诉讼给告一遍吧？告完了几个月就过去了。这种事儿啊，我说实话，属实就是一种成本很低，获利很爽，然后代价基本等于0的一个事儿，以至于这种作恶者啊，就把自己的便利就凌驾于他人的合法物权之上。但现在性质真的不一样了。大家忽然发现，这位女车主她是有身份的，那现在这个事儿就会成为另外一个性质，就一切变得特别好解决。其实这个事儿到了第6天啊，这个车主就托人传话，愿意转500块钱资料。这500块钱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但是条件就是他不道歉，他要走，并且啊，现场还不能拍他的视频。在他道歉以后呢，就需要米先生对堵他的事儿还要进行道歉，这就是他提的要求，确实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有人发现啊，这位女车主其实她的身份是来自于长沙市体育局，她在2017年参加湖南省公务员考试，报考了临湘市某个乡镇的科员，然后去了韩国交流，并且啊回来以后一路晋升，在2022年就通过了长沙市直机关的遴选，在2025年已经是体育局体育产业处的副处长。这里是叫副处长，实际上是个副科级，当然这个整体的速度也确实比较快。然后这个车位我说了是米先生自己买的产权车位，它本质上是受到民法律保护的，它正常这是一个私人的不动产，有权不让别人来碰。而这位涉事的女车主的行为，那肯定是符合民事侵权的一个要件的。这里我得说一嘴啊，民事上肯定是违法，但是刑事层面肯定是达不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其实我觉得出警警员真的没有按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30条把这个事情定性成侵占公司财物，确实有点奇怪了，因为这个事儿闹得有点太僵太大了，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位女车主的职务本身有一定的关系啊。然后这个事儿现在已经确定了她是长沙市体育局的相关的公务员了。根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第40条就有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违反社会公德的，应该予以警告、记过或者是记大过。同时，公务员法的第59条还提到了，公务员是不能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的。那本案已经引发了大范围的舆论关注，包括可能社会上引发了一些不好的反响，严重损坏了这个局甚至是公职人员群体和行政机关的公共形象，肯定是属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明确的一种。结合长沙市体育局已经会同多部门调查的这份通报，最后给予政治处分，其实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甚至我真的觉得他有可能套上治安管理处罚法，反向去追究他。我猜测啊，这个最后他真可能出于一个类似记过以最后的通报为准。另外啊，他如果是个党员，可能违反了党的纪律处分条例，认为违背了这种社会公序良俗，也可能会予以党纪处分。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